我之前就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古怪，而且陈莲绝对不会在这种事情上骗我。可能真的是因为北地之城的事儿，所以黄承思才对你守口如瓶，不告诉你任何他的消息。可那天他就在车里，他为什么不肯下车见我？谢谢你啊，你去忙吧。有一种萧瑟的模样。没有什么可是。我这个人在情爱这一块，可能会很迟钝，可能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，但是我跟你一样，一旦我选定的东西，我不会后悔。什么良贱之别，什么身份地位，对于我这种天天在刀口上舔血的人来说，都真的无所谓。你刚才也说了，茶无论是身在钱塘山涧，还是身在豫园，只要茶汤凝香悠远，便自然会有赏味之人。我顾千帆就想做那个人。热闹非凡呐！好啊，好啊，飞火流星，走走走，来来来，行，走走，好棒！哎呀，嚯！好看，行，来。好，多少是龙在燕的呀！好，是吧？跳的都是什么呀？这是西郊天女舞。
这个天竺传说当中，钱达伯率众神以武礼佛，天花四坠，此舞便是取其意境。哦，哎呀，赵娘子啊，这里如此有好看的舞蹈，这永安楼今后的菜我们还吃得起吗？是。放心，永安楼啊有3阁。 这个一元阁呢，专门接待贵客，还有千山阁是这个雅俗共赏。当然，我们还有万水阁，那里面有瓦子，每天的表演都不同。瓦子，酒楼里头还能开瓦子啊？哎，就是呀，哎，咱得去看看呀。哎，走，不错吧？哎呀，好。诸位，正所谓。 生意如春意，新行胜旧行。祝永安楼开业大吉！高朋满座啊！久等了，菜上来。这是玉棋子，好。这是群仙羹，呵，赏心悦目啊！这玉棋子啊，是用鲜虾肉裹了糯米粉蒸制而成。这群仙羹呢，是用各色山珍调出来的鲜汤。几位请慢用啊！好，来，哎，来喽！怎么样？这总算明白垂涎玉帝的含义。来了！哎呦，这是您点的煎安子，炒蛤蜊，决明兜子，两熟紫苏鱼。好，您慢用啊。赵娘子来了！哎呀，赵娘子，多谢。啥意思？请问这个菜怎么是炒的呀？这个是扬州的新式做法，用猛火热油，放到铁板上将食物弄熟，有点像煎菜，但是比煎菜更香。嘿，这个新鲜哦！真的呀？哪儿那么多肥？先生，您尝尝不就知道了吗？对，尝尝。哎，怎么样？这真是难以，是难以下咽呢，还是难以形容啊？难以相信，这世间能有如此独特的美味呀，香浓软滑呀。那我得尝尝。真是妙不可言呐！我刚才怎么说来着？让你吃没错吧？本衙内都赞不绝口的菜，能差得了吗？哎呀，这大唐的菜如此好吃，那雅间的菜岂不是？雅间在一元阁，自然是更上一层楼。那咱们得看，我们就去呀。抱歉，一元阁今天暂不营业。这是为何呀？因为永安楼一元阁的首批客人准备邀请12位东京城里最受尊敬的文人雅士。届时我们会用最好的食材，打造一席花月宴，宋娘子也会来演奏的。哎呀，殊不知是哪12位士大夫能有此殊荣啊？是啊，到底是谁有那么好的口福啊？明天会有12张花月剑，哎，不知会花落谁家呢？啊，吃好。吃好，哎，好。哎呀，花月剑，哎，袁先生，您自然是跑不了了。
哪里，您客气，肯定跑不了您卓识先生啊。那是自然喽。我想开间酒楼，你别总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。你夫妻之间本来就应该互相体谅，这才是正道嘛。向你借钱手心向上，自然就矮了3分嘛。借1次2次，你还愿意帮我们，那10次100次呢？1000次万次亿次我都愿意。这次是你主动的。想好了，夫君不负我，我必不负君。你还记得你原来跟我说不许我哭，我也不许你这么笑。既然我们在一起，所有的喜怒哀乐，我都会分担一半。今日你为我受的每一份委屈，我都会记在心里。日后，我会用双倍的开心来还给你。运台雅见，永安楼台，花月今宵，12雅什么什么墨香侯。哎呀，好多字我都不认识啊！哎，也就你这脑子能想出来，要是我这脑子，估计得想一辈子。这回咱们永安楼肯定一炮而红了。新店开业哪有那么容易？能不能成，还要看明天的花月宴。盼，50贯太贵了吧？50贯在东京城都能租上半年的宅子了。二姐，咱们定价会不会太高了？新店向来引客流难，但是我们不能走茶坊减价的老路，就是要足够贵，才能吊足了全城的胃口。可我得做出什么样金贵的菜，才能值这么贵的钱？论吃食嘛，谁也做不出。我就是要让这个花月宴，他们花了钱还得说值。50贯还得说值，这能做到吗？所以我才说今天的雅间不能开放啊。我为的就是留足了时间，要让今日的东京各处有足够的热议。可是正因为咱们已经吊足了全城的胃口，明日的花月宴不能有任何瑕疵。哎，放心吧，明天我一定带着人把永安楼护得像个铁桶一样，谁要是敢捣乱，我就把他扔进汴河里。真好啊！兰蔻持妆粉底液，持妆奏趣不假面，邀您观看《梦华录》。哎，你收到花月剑了吗？哎呀，怕是只有刘九官人那样的大才子才有此殊荣啊！主人，永安楼的花月剑到了。啊，你看，永安楼的花月剑。是啊。君台雅剑，哇，这是薛涛剑呐！永安楼台，花月今宵，12雅传，油墨相扣。哎呀，好画，好字好词啊！
就这一笔飞白，没几10年的功力写不出。你价50万。周氏先生，能不能让我也看一看呢？来，这上面没写名字，回头你看完了之后不还给我怎么办？我走了，我有了，回家了，有了，小气之极。官人，别弹了，也别跳了，有了，我有了！恭喜刘九官人。宋娘子倒挺懂事儿。怎么不见迎客之人？说的是于元阁的花月宴呢。咱们是不是走错了呀？不会吧？啊？这啊？来人，把门打开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这个大胖小子就是池安那手下的何四啊！哎呀，这捣练图，钱塘，张轩大师名作。三花仕女图，周房所画。是也，非也，如真似幻。
竟能幻化为真。大善，大善！哎呀，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哎呀，今晚这50贯画的真值啊！太值了，太精彩了！也是画上100贯，我也要再来一回。是啊。朝去了，今宵花月，愿与诸君共醉。敢问仙子，这是什么仙娘？但使主人能醉客，不知何处是他乡。此乃苏合玉金酒，雨过天晴此。美酒郁金香，玉碗盛来琥珀光。妙，此酒不饮一盏，枉作神仙。一线雪泡菊酒，香药翠梅，蜜饯雕花，水晶凉果。此谓宝色长于苑，琼枝不让春。大限，西施蛇坏将瑶青耕，四塞美炉莲花碧螺。此谓青娥画扇中，春树郁金红。哎呀，干石花溅泪，太好看，太好吃了。中线荔枝白腰，青梅汤饼，蟹酿京城，杏仁玉羊。
请。人生极乐，不过如此。这花月宴真是值啊！值，太值了。何须此叹？且观云外红尘。啊！哎呦，我，哎呀，这太漂亮了。你看那边。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好。嘿，早晚有一天呢，我也得得到这花月剑。你的眼光不错，赵氏果然是长袖善舞啊！居然把一个酒楼的开业弄出了元宵人日的繁华。怎么样，你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吧？准备什么时候办理婚事啊？我很久没见过他了。难道你们吵架了？少年情侣免不了会争执的嘛。听你爹我这个过来人的一句劝吧，你们俩不论发生了什么误会，总归要当面说清楚的好。有时候等待和猜测，反而比争执来得更伤人。我和你娘就是如此。不必了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干涉你的选择的。你当然不会干涉了，因为在我面前出现的，只可能是你看中的名门世家。我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敢见他？我相信你心知肚明。这世间有任何一个女子会嫁给自己杀父仇人的儿子吗？你不必在这里情真意切地劝我。你是觉得这样，我就会不起疑，还是其实在你心中，每个人都是可以被利用的棋子而已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？我身为掌管天下侦缉访查的皇城使，没有真凭实据的事情，我不会乱说。上次冒妖案，你以我为刀，狠狠地刺了齐母一击。那是我最后一次帮你。想想过，我不会娶你帮我安排的高门淑女，不会回萧家认祖归宗，更不会让我自己和黄承思变成你争权夺利的工具。为什么？难道我没有助你升官，让你实现你一直以来想要为你娘迁坟的愿望吗？难道你身体里流的不是我的血？难道你不能用你手中的权柄来帮一帮你亲生父亲，不能吗？不行。黄承思应该是国之爪牙，民之鹰犬，
而不应该是你们大臣之间党争的私气。至于你的血，我还你便是。这干什么？你这只愚蠢！你不用担心，我并非寻死。我听说人一生的血有施展，在画舫我救你，我施了2斩，之后得知你涉及陷害盼儿的父亲，我痛心又呕血2斩，而今我再还你1斩，父子情深，就此一笔勾销。这完！不用担心我，担心你自己吧。今日为何让我过来，还不是因为你在担心启母他不惜毁掉自己的清流气节，也要重回东京，必定有所企图。好，我最后提醒你一句，启母的心清醒，欧阳旭很快又要重新做回高虎的女婿了。我言尽于此。这里怎么会有个老鼠家？因为总有老鼠到处乱窜。盼儿，顾皇城，顾千帆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想跟盼儿说几句话。哟，仗着脸熟来讨花月宴的帖子呗？我告诉你，没戏。盼儿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解释。你的东西拿走。盼儿，招娣送客。盼儿，顾皇城，请。不好意思啊，弄湿了您的衣服。但是我真的以为这是贼，这招还是跟陈莲学的。他说有水迹，才能找到贼的去向。我刚才看到盼儿好像很憔悴，是不是最近在忙永安楼的事情，很辛苦？顾皇城，您觉得您现在还有资格关心盼儿姐吗？行了，招娣，你别说了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
再重点，不够力呀。再重就破皮了，损伤龙体乃是大罪。你是皇后，与朕本是一体，谁敢治你的罪啊？以前的苛政，现在的齐穆，这些清流啊，个个觉得我品级似尘，恨不得除之以后快。言官，不就是这样吗？当年那苛政精简的时候，那口水都快喷到朕的脸上了。忍忍就好啊！他们都知道是因为朕的头风又发作了才要你带朕批奏章。你就当他们骂的是朕就好了。你是我夫君，我可舍不得。你看这石榴花真红润。哎，你知道这永安楼里有一道菜叫踏雪寻梅吗？石榴籽呀，在酸老膏里红白交加。这些丫头居然在这儿戏。不打紧，不打紧。你看他们现在这个样子，离我们家的生意也就大个4、5岁呀，何必拘着呢？看到他们现在这样子倒是让朕想起了10几年以前刚遇到你那个时候啊。而且在这个万水阁里还有瓦子也很好玩呢，听说还有女相扑呢。待我休假出宫时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没滑稽戏听喽。这什么永安楼真有这么好啊？这样，等朕这段时间身子养好了，朕带你出去我们也成神仙。那妾就先谢过官家了。怎么又咳起来了？不大姐，可能是有一些下热。朕已经传了宝玉仙师来讲经，听一听，就心静自然凉了。那妾去小厨房给官家熬点生梨汤。辛苦你了。26、27、30。数什么呢？数钱呀！昨天晚上我盘了一下账，一个人摊下来，我说这个嘿嘿嘿。鼎鼎大名的池衙内怎么会在乎这点钱呀？这2天永安楼赚的，别说连本钱的1成都不到，就比起你平时花在赌坊的，那也差得远呢。过赌坊的瘾，但是过这个瘾好玩啊！我要是只懂吃喝玩乐，也做不了东京12行的总行头啊。那现在全东京城里面，那谁不知道咱们永安楼花月宴好，画中犹棒？那谁会嫌50贯钱一位价格贵？依我看呀，那花月宴应该每天都开，不应该10天才开一次。你看底下预约的，那可不行，天天开就不新鲜了。你知道什么叫物以稀为贵吗？虚？哦，对。对了，今天我让何四去王楼和潘楼刺探军情了，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？酒楼行会人都快恨死咱们了。恨咱们就对了，他要不恨，还说明咱们做的不好呢。官家，校勘欧阳旭奉鲍玉仙师青词，再拜后见。鲍玉又写了情词，怎么自己不入宫，倒托了欧阳旭？宣。是。官家万安。呈上来吧，平身。官家，臣有罪，假托仙师之名，擅入宫城，但臣却有要事相奏，事关社稷，又颇紧急，无奈之下只得从权，还望官家恩恕。哦，什么事关社稷的大事啊？还请官家屏退左右。
站起来说话吧。谢官家。陈玉参，中宫圣人，欺君瞒上，以失贞之身祸乱宫闱，窃居后位。你说什么？此图画的是西川路转运时薛却艳艳之景，图中坐着的便是薛却，而其他的便是薛却家的女乐。官家请细看，在这图中，击鼓女子的面容可是似曾相识。不过就是长得相似而已啊！哼，这就是你说的平居？哼，你可知道宫洁皇后是不赦死罪啊！臣既蒙官家提拔，便不畏死。官家，我爱向来爱在画中为隐语。官家请看，这画中女子身上的衣纹，皆为这些佳妓的姓名。臣前几日入宫时，不意得见圣人天颜，曾有似曾相识之感。后来看到画中衣纹上的刘婉二字，心生疑窦。再经多方查证，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向官家揭露此事。官家，当年先帝册圣人为皇子侧妃时，诏书上明明就写了良家子3字。可他若曾为薛却家的女乐，便是贱籍下流；若曾以色示人，何以为清白？若曾欺君瞒上，何以为忠贞？闭嘴！一派胡言！皇后清真自赏，御宠骄为，德光蓝叶，岂容你这种小臣以无惧风烟无知？官家，皇后淫荡无形，先欺先帝，诱瞒官家，罪在不赦。滚！滚！来人呐，把他给人拖出去！是。别过来！官家，臣素知，圣人与您帝后相得，间谍情深。可臣既蒙圣恩，先得探花，后入札院，不得不犯言上奏。可是臣今日为的是一正世间纲常，为的是不想看到官家您一再被卑贱女子所欺，为祸国朝啊！官家，臣在朝中并无根基，这次回京复职也不过短短数日。可若是官家认为臣此举为故意攻讦国母的话，臣愿以此谢之。他流了好多血啊！官家，真剑入道，痛之入骨，然国恩贤君，无不虚怀一难之。我有件事挺好奇的，
你说你平时也没做过多大的生意，那为什么开起酒楼来就这么熟门熟路、与众不同啊？也不算熟门熟路，因为原来在乐坊待的，去的酒楼多了，看的多了，自然想法就会不太一样。你像寻常酒楼吧，一般都会想把什么都做到最好，但我是一个什么都会一点儿，什么都做不精的人，所以只能往巧劲上下功夫。你要论吃食，潘楼的大师傅，他做的吃食肯定比三娘要好。但咱们呢，胜在是江南风味，新鲜又细致，而且没有包袱。等食客们吃厌了，3个月以后再换成西北风味就行。论酒水呢，我们也不能自己酿酒，只能用李庆家的中等货，但是换上名贵的香料，就能够完全不同了。那引章的琵琶、瓦子的玩乐，都是平常酒楼皆有，但不全有之事。我只是换个方式，把它们呈现出来。说得太好了，我平时也跟何四他们这么说。我说蹴鞠里的教头往往不是踢球踢得最好的那一个，但是呢，他比别人心里都有数，他知道怎么布阵，知道怎么攻防，所以他才是整支队伍的主心骨。你这个说法有意思。胖儿姐，你看你既然会做生意，我呢又是个总行头，我们又会蹴鞠，我们也会玩骰子，要不然索性你就跟我好了。反正顾宪藩那家伙，行，我不说你别打我啊！我不是有意要轻薄你了。那算了，你当我没说吧。哎，等等，你有心思琢磨这些，你不如找个安静的地方琢磨琢磨，怎么样才能让永安楼有更多商机？我这脑子能想出什么商机呀？那我要是想出来了，我找你干嘛？何四，偷懒是吧？你都瞎收拾你！欧阳教勘壮烈的头骨，脑中有淤血，好在性命无碍。也算直臣，便姑且免罪。让御医送他回府，好好养伤，少说话，少出门。伤筋100。是。官家可是头风又犯了，可要服些丸药。去，快去把御医给传来。是。官家，请你等等，御医马上就到。等不了了，让他快来，疼得脑袋都快裂了。哎呀，你站着干什么呀？还不快去呀！官家保重。官家，臣已有一物，或能解官家之苦。酒，快，来，莫要胡来！请官家饮之。这奴婢还没有验过呢。验什么验？拿来。官家，此物你，令参此乃何物？酒，苏合郁金酒。苏合郁金都乃南洋奇香，有活血止痛、行气解郁之功效。俗话说，此酒不饮一盏，枉作神仙。管用啊！管点用，哎，官家万安，臣等告退。人都拼命替皇后遮掩了，臣子们怎么总抓着不放？官家，
圣人听闻圣公为何，在外。不信，就别让他再担心了。是。管家，可要用些姜水？不用了。你呀，让令嫔把这酒啊多弄点来。这个酒既香且纯，还能够治头痛。也不知道是他自己私藏的，还是从外面买来的啊？回管家，这是永安楼的苏合玉金酒。哦，就是那个花月宴的永安楼。是。他说什么？什么不忘了神仙啊？不饮一盏，枉做神仙。有意思。哎呀，行，那你去给朕弄些酒来。啊什么啊？难道朕这个要求很过分吗？不过分。奴婢刚才问过林三思了。这是永安楼一元阁雅间的秘酒，除了进店的客人，概不外售。只因为他是第二回去，才送了他一小壶。听说程太常也想买，被掌柜赵娘子以不合规矩为由婉拒了。太常卿也被婉拒了。嘿嘿嘿，那看来这个永安楼还是有几两骨头的。是啊，这永安楼还有一位东主宋娘子，是教坊琵琶社的教头。当初萧相寿宴，柯老相公在他琵琶上题了风骨2字。柯震老儿平日里惜墨如金啊，还主动的给月宫题字。是啊，等官家生子大安了，召他入宫献艺即可。不用等，这样，现在就去，我们也去听听琵琶，喝喝酒，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不饮一盏，枉做神仙啊！你又啊？难道这个想法很意外吗？不意外，不意外。这是今晚的出入名册。是。都给我盯紧点，别出什么乱子。是。您脚没事吧？没事。啊，对了，孔武，你成过亲没有？我的孩子已经3岁大了。哎，那你平日里跟你妻子吵架的时候，她又不听你解释的情况下，你一般怎么哄的？好，难道你？也没啥好办法，一句话，烈女怕缠郎。还有，你得变着法儿的让她替你担心，只要她心里有你，苦肉计，百试百灵。兰蔻持妆粉底液，持妆奏趣不假面，邀您观看《梦华录》。奶奶，我有一个事儿不明白，你说你以前不是挺讨厌赵娘子的吗？现在怎么什么都听她的？我还指着他把永安楼弄好呢。那她也不能总让咱们干这种活啊！你说以前张好也跟你闹脾气，也没见你有这么好的脾气。他们俩完全不一样。张好好指使我是拿桥作怪，那我只有坐低服小才叫宠他和爱他。可咱盼儿姐不一样，盼儿姐指使我，是真的在为永安楼好，明白了吗？喂，客官，是来永安楼的吗？是啊。有预定吗？没有，不过我们有03氏的名帖，
还请通融一下。有名帖没有用，没有预约，本店恕不能为您准备东边风景最好的雅间，但是我们还有西边的雅间，您把船靠岸吧。不合规矩。多谢了。啥呀？有钱干嘛不赚呀？去买雅间去。啊。员外请潘师姐，有贵客。客官这边请。好。哎，员外小心路滑。哈哈，无妨无妨。雨水亭员外请。雨水亭，名字甚好。把三娘姐最好的菜全都拿上。小二谁呀？别让人给咱们进来。什么小二啊？你没听刚才那跟班憋着嗓子说话呢？那全东京城谁需要憋着嗓子说话呀？我瞧这一位啊，一定比我有钱，宰死他！啊！多谢多谢。员外想点什么？必店有。不用交看盘，也不用水盘，见你们花月宴上拿手的菜品，做上3-4道即可。还有那苏合一斤的神仙酒，来上1壶。原来是行家。员外想喝点什么茶呀？啊，龙凤团茶即可。那只您呢？我，每个人的口味不同。我就不用了吧。那这样吧，看您的嗓子有些干哑，就给您来1壶甘草水润润喉。二位请稍后。哎，你看，这里的陈设颇有诚意呀，很有人情味儿。这些字画也不落俗套啊，不落俗套。看来这个永安楼啊，还是不错的。官取酒。啊，在河之洲。嘿嘿，打得不错啊，还好，长进不少啊。我刚才跟三娘姐交代了，这屋里这种菜她亲自下厨。不过潘二姐，是什么客人许得我们这么郑重？不知道啊，但是我在他的衣裳上闻到龙涎香。我之前只在前往台北给尹章的香盒里闻到过。我一看他就不是一般人，那咱们更得好好招待了。宗师要是觉得咱永安楼好，哎，那说不定明天官家还能来呢，对不对？苏合玉金酒。哦。 24桥明月夜用新鲜藕肉泥制成。海客何处寻瀛洲？好喝，好喝。
这个不就是决明豆子吗？听说这在你们这儿50贯一尾呢，无非就是起了一个雅致一些的名字，卖那么贵。四诗风雅颂所歌的都是相同的人间风物，只是这雅是王姬之乐，国之正音，这风呢，就只能是乡人之曲了。味道不错。你还读过毛诗啊？略知一二。确实是不错哎，有点意思啊。不过你这些菜不是花园夜里的吧？还有啊，怎么不见宋娘子来这个屋子献曲啊？被您看出来了。您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我就看您一直用手扶额，再加上您又点了我们的苏和郁金酒，就猜想您可能身子有哪不太爽利，所以便擅自做主，让大厨多做了几样拿手的菜肴。这24桥明月夜是用荷叶薄荷做的，这海客何处寻银舟用的是石决明。这2味都是清火养心的佳品，配上苏和郁金酒，寒热相济，恰是正好。细致，细致。只要您不见怪就好。至于琵琶，不是宋娘子被懒，其实我以为您是个喜静之人，这才让她在外面弹奏，取个借景之意。你还知道我喜静？因为我头痛的时候，也不喜欢宋娘子在我屋里练习。那时候管她是什么琵琶色教头，通通打出去完事儿。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啊，坐着说。掌柜小娘子，如何称呼你啊？妾身姓赵，百家姓上第1名。哎呀，真是太巧了！800年前啊，咱们是一家人呐。不敢当，您一看就是长寿多福之人，妾身只是一个民女，在这儿给您添添茶、倒倒酒。你是哪里人士？妾身祖籍邓州，自小在钱塘长大，来东京不到半年。钱塘，钱塘有一位两浙路转印判官杨之远，哎，也是住在钱塘啊。你可知道他？头有点不对。日落时分，有辆马车出了拱辰门，车上的陈班直拿了官家赐的腰牌，这守门的弟兄们按规矩不敢查验。可是我刚刚在御花园听2个小宫女说，官家好像微服出宫了。官家今晚传膳了没有？没有。护卫官家虽然说是殿前司之职，但是若是官家在宫外出了事，我们皇城司依然逃不了干系。这样吧，兵分2路，我现在去问一问殿前司职官，你召集京中的所有茬子继续追查，宫中的马匹、轿子都是双环的，很容易分辨。杨运判是个好人，可是英年不永。员外也认识他，我原来还老去他家呢。你还常去他家？妾身在钱塘有一个赵氏茶坊，也是一个风雅之地，所以呢，妾身就有时候做做中人，上门见话来着。他是一个好主顾，从妾身这儿收了不少佳作，像是金浩的《雪庐图》，王霭的《夜宴图》，怀素的《会齐帖》。可惜啊，一场大火，都烧没了。烧。夜宴图是你卖给他的？夜宴图的主人是一名姓薛的官人，之前在钱塘输了赌债，就把画押在我的茶坊里了。哎，这王霭
平生画了不少幅夜宴图啊，哎，我看过就有好几幅啊，不知道小娘子卖给他的是哪一幅啊？您这是在给我下套吧？王矮这一辈子就画过一张夜宴图，因为他画成之后，有人说他是效仿顾闳中画的韩熙载，所以他一气之下就说他再也不画了。您一定觉得我是在吹法罗，是不是？我画一幅给您看看。茶百戏，是的，可是妾身更愿意叫它水丹青。画长5尺，主人居中，客人在两侧，这边有5月，这边还有一轮明月。员外当初看的画，可是如此。可惜这水丹青不够细致，画不出舞娘跳的胡旋舞来。你这身功夫练了多久啊？也没有很久，7、8年吧。员外是什么时候见过的夜宴图？不记得了。真是可惜，一场大火烧毁了那么多名画。您别怪我心疼啊，我当时找老师傅重裱的时候，可花了不少钱呢。光是裱林用的绿林湖景，还有檀木红轴，就用掉了1贯呢。不错，不错。那妾身还要招呼别的客人，您慢用。啊，好，好。到底是贵人，你跟他说眼神不大，但是他那个气势，我在旁边看着我。现在马上出去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务必马上找到陈莲，问他顾千帆在哪儿。我这有10万户性命攸关的事情，一定要当面跟顾千帆说。啊，我现在去。传旨给雷静，让他会同你们殿前司，务必要查证今天晚上赵氏说的话是否是真实。还有，
此事一定要避开皇城寺。万事难啊！皇后的过去，朕再清楚不过，可百官一直在做文章，真难受啊！官家宽心。不过，要赵娘子能证实画是假的，不就立下大功，让清流没话可说了吗？人家给你喝了杯茶，你就替他说好话了啊！奴婢不敢，请官家细想，欧阳旭觐见是早有准备，可您来这永安楼，却是临时起意呀。要不是您主动提及杨运判，恐怕赵娘子也说不出后头那些话吧。圣上虽早知有此话，但看到时务惊怒，自然也在所难免。可这一回，齐忠诚一回京，竟主动进献祥瑞。官家，这事出反常，必有妖啊！这几十年，你没白跟着朕啊。而且，说句大不敬的话，圣人收养称王，本就是圣人的密旨。如今您玉体欠安，圣人要是因为这件事倒了，幼主忠臣，奴婢可不敢再想下去了。走。是。员外这么早就走，可是菜做的不合胃口啊！哎，哪里呀、味道甚好。是我这个头痛的病啊，又犯了。哎，小池，去打一壶苏合郁金酒来，就当天头送您。希望您念着这酒香能常来。好，本家小娘子果然是会做生意呀、去，带酒去。师尊，陈都头在永安楼附近发现了那辆马车，还有殿前司的带玉器械。我爹原来累的时候啊，也老头疼。您不妨试试用滚姜汤浸了绢子热敷，说不定管用。好，我回去就试试。这永安楼啊，收拾得很不错。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怎么就想起搞酒楼来了呢？我们店里有个姑娘叫招娣，我叫盼儿，都是一个意思。希望我们是男孩嘛，因为只有男孩才能成家立业。可是我们不比男人差呀，为什么天生就要低人一等呢？酒楼行会说不让女人做正店的掌柜，我便偏要做给他们看，而且要做得比他们好。啊，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女子啊，说话的口气啊，和你差不多。你是皇后，与朕本是一体，谁敢治你的罪啊？以前的苛政，现在的齐墨，这些清流啊，个个觉得我平级司臣，恨不得除之以后快。那这位娘子，后来有没有成什么事业呀？她可帮着我啊，管理的一大家子的家业啊，还做得很不错呢。原来是员外的娘子啊，那您可要多护着她点。女人管家本就不易，更何况，但凡是管家，都容易得罪人的。那你现在可有人护着？
原来有，现在没了。那这个人一定是个混账。也许吧，但他也真对我好过，至少他不介意我层如见己，愿意娶我为正妻，所以我总不愿意恨他。你也是见尽风流啊！是，看不出来吧？所以我没事儿啊，就求老天保佑咱关家康健福乐。要不是他老人家广开恩旨，我哪有机会上东京见识这满城烟火、人间繁华呀？更别提开这么大的酒楼了。那可不是嘛！员外，员外，久等了，久等了啊！本店特产苏和玉金酒，您拿好了。好，多谢。来向娘子留步，告辞了。嘿嘿，哎，赚了！今天这一桌肯定赚了。哎，那个傻员外还挺会吃的，一吃还吃一桌。嘿嘿嘿，送他一瓶酒就送他了。嘿嘿。太儿姐，哎，招娣让我跟你说，陈琳告诉他来的人是官家。官家？顾千帆呢？陈琳有没有说他去哪儿？陈琳说官家是悄悄出的宫，顾皇臣应该已经收到信报了，往这边赶过来了。在官家身边的不是皇城司就是殿前司的人，他们现在弄不好还在附近。你马上让招娣去找陈琳，让他们的人马上撤，千万不能让官家知道皇城司的人知道他在这儿。好，借你的马车一用，千万要半路截住顾千帆，不能让他上这儿来。好，我亲自送你，这样惊动人最少。我去驾车，你在小门等我啊。哎，不是我跟你吹啊，全东京城驾车比我好的没几个人。嘿嘿。哎，能不能再快点？你不是在车里吗？稳是第一。你手上拎着食盒干什么？哎，我的车太招摇了，好多人都认识，我怕别人起疑心。索性我灵机一动，挂个灯笼，拎个食盒，那别人最多以为我就是个送索花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想的真周到。哦，对了，一会儿你见着顾千帆了，一定只能说正事儿啊，你千万别心软，也别给他机会，要不然你又该伤心了。这永安楼竟然用那么好的香车宝马送索花，真正的东京城独一份啊！是啊，驾！赶紧去置办几辆上好的马车，最好的，我们也要挂上王楼的灯笼。哎，明天我们也要这样索欢。驾！让一张，让一张，让一张。潘儿姐，潘儿姐，哎，让开，让开，找人呢，找人呢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，跑哪儿去了？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是没事，夜宴图又出现了。那个客人一跟我说杨运盼，我就猜到那个人一定是官家。后来我一想，欧阳旭这次突然回京，8成也是找到了那幅他以为不在他手上的夜宴图。
官家十有八九也是从他那手上知道的。这幅画，欧阳旭的那幅画是真迹啊！你怎么那么大胆子，敢当着官家的面撒谎？我有什么办法？事出紧急，我原来就跟欧阳旭说过，黄承思在找这幅画，而且他也多半知道我们的关系。万一他存心想报复，在官家面前说你投靠后党，意图替皇后脱罪呢？你说过，黄承思是官家的纯臣，不能有任何党争，所以只有从灵表的颜色入手，要让官家相信这幅画是欧阳旭伪造的。反正杨家已经被烧了，死无对证。反正官家也不知道，我已经认出他是皇帝。2份证据，一个来自弹劾他皇后妃子的娘家女婿，另外一个来自于偶然遇到的陌生人。换到你，你愿意相信谁？不管怎么说，你这也太冒险了，这里边漏洞太多。有些显职的吗？我之所以非要跟你说这件事儿，是因为这些漏洞只有你能补得上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了。总之，千万不能让官家知道，你知道他今天微服来永安楼的事儿。你现在已经把自己陷进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么多事情，难道你就不怕官家把你灭口？你怎么那么傻呀你？因为皇后如果被定罪，就是死罪。我也曾身在越级，我知道什么叫身不由己。也因为我虽然恨你，但是我不想你出事。